哎呦，何大人呢？出事儿嘞！你会说点别的吗？我告诉你，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我和我们可能不清楚，但是每天大清朝要出什么事儿，我这心里跟蒙镜似的。由于银妃隔三差五的就拿着银票贿赂太后，乾隆得知此事后便开始怀疑银子的来源。为了一探究竟，乾隆当即带着小月来到齐家的工地上搬砖。这么大个就会搬砖，废物！包工头说罢便拿出一根签，随手将他们打发到一边去了。然而乾隆走了没几步就发觉到不对劲了，于是随便拉住一位工友询问情况。不是说盖新房子怎么用这破砖烂料啊？工人一听这话就知道乾隆肯定是新来的，告诉他这料虽然是旧的，可问皇上要的却是新料的银子，而且这里面可是大有名堂。这些破砖烂瓦可都是从城墙上拆下来的。小月低头一看，发现果然是大明干州府制造的，还是前朝的，有100-200年历史了。乾隆也想明白了，这拆完城砖肯定又要修，那些贪官污吏势必又要找自己要银子。这叫拆墙盖房，盖完房再修墙，修墙的时候再拆房，就这么罗圈一转，工程也不断，那管内务府公布齐家银的也就不断，可咱皇上的口袋空。乾隆听后也算是长了见识，不过他却有些好奇，这些不识字的工人是怎么知道的？这算什么新鲜事？这位大哥，你是爪哇国出来的吧？工人告诉乾隆，在这里多待几天就什么都清楚了。随后乾隆便开始体验起搬砖生活。然而没过多久，齐苏图突然带着一群官兵来到工地上抓人，工人知道事发了，急忙让大家四处躲避，可还是被人给认出来了。随后这群官兵就拿下了闹事的工匠。这怎么回事？抓人是刑部顺天府的事儿，你轮不着他齐家呀。这还不对，这杀人灭口。那我可不能不管了。乾隆抽出腰带就冲上去救人，小月也用飞镖在一旁协助。乾隆则是趁机施展乾坤大挪移打退官兵，并抢下了一匹马，带着这群工人夺命狂奔。而小月则是留下来断后，用打狗棍法将官兵们搅得七零八落。很快到了傍晚，乾隆将这群工人们安置在一处荒废的小院内，让他们安心在这里住下。在这住着吧，有吃有喝的。你们不是都很恨内务府吗？没准哪一天给你们机会让你们出气。安排好一切后，乾隆也准备回宫睡觉。分手前，他还特意叮嘱小月一定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纪晓岚。然而小月刚回到家就意外得知老纪有失踪了。原来纪晓岚早上趁着小月不在家，便又偷偷溜了出去，可是正巧被追捕工人的官兵给撞上了。旁边的居民见他可怜，便将他收留在家中暂住。也正是这场意外让纪晓岚发现内务府齐家丢失的库银原来被小春捡走了，这还真是好钱呢。而齐苏图在抓人失败后，第二天就急忙告诉和珅出事了。一听这3个字，和胖子便来气。齐苏图让他别转悠了，说昨天救人的侠士中有一人看起来很像杜小月，而且他的飞镖我也带过来了。和珅对小月是再熟悉不过了，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他的贴身之物。这时和珅又想起了今天早上乾隆也没来上朝，而且太监还告诉他皇上昨天一夜都没在宫里。和珅不禁怀疑起那个蒙面男的身份。齐苏图也担心纪晓岚一直在装疯卖傻，便请求何大人去草堂打探一下。两人为此还开始互相埋怨，那些人你怎么不就地灭口呢？哎呀，何大人，你说这事儿都出了，您说的还有什么用啊？杜小月本官倒不害怕，我主要是怕那个男的，他要不是老纪的话，那就更可怕了。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和珅当即来到草堂向小月打听情况，可小月却睁着眼睛说瞎话，表示自己昨一天都在照顾纪晓岚。和珅见套不出有用的话，只好来到卧室探望。然而他刚拨开帘子就被一件衣服套住了头，随后又遭到一顿疯狂输出，吓得何胖子急忙逃了出去。可刚一出门，他就闻到一股臭味，观察了半天，终于发现了脖子上的白布。怎么臭袜子？这事儿怎么还有谜啊？他呀，老爱光着脚走路。和珅怀疑里面的人不是老纪，还想再进去查看。可是这时突然传来一阵风言风语。看见了，听见了，小花狗不见了！何大人，慢点走啊！然而和珅做梦也没有想到，床上之人竟然是被灌了疯药的洪大夫。和珅离去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于是询问刘全是怎么处置那个洪大夫的。遵照您的吩咐，埋了。你亲眼得见？回老爷，是小的亲自下手埋的。可是刘全不知道的是，他前脚刚把人给埋了，小月后脚就将洪大夫救了出来。和珅对刘全的办事能力还是相信的，也就没再怀疑疯子的身份。声音怎么这么像？据是这人疯了以后都变成一个音了。可纪晓岚这边却又出事了，他不过是打了个瞌睡，小春竟然偷偷将内务府的库银拿出去花了。跟叔说，家里还有吗？是不是还有一个？